景税合成作战中心。最近一段时间啊，全国各地啊成立了很多这种类似的组织啊，从杭州啊到广州啊，最近的一家是山西长治啊，刚刚挂牌啊。说句心里话，我刚刚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还以为要跨海作战打台湾了呢。为什么？你看一下，合成作战中心，这都是军事术语啊。合成什么意思？那合成旅就是把陆海空三军的力量集合在一个战斗单位里头去，发挥最大的战斗效能，那就叫合成嘛。那作战中心就更不用说了啊，作战中心那就是作战指挥单位中间的神经中枢，专门指挥前线指战员打击敌人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嘛。所以你合成作战中心给人感觉那不就是一个军事战斗组织吗？那你想想，目前中国大陆现在最大的敌人是谁呀？那就是以赖清德为首的台独分裂势力嘛，天天讲两国互不隶属什么之类的，中华民国是中华民国，台湾是台湾，然后大陆是大陆，中国是中国，不服，老想跟中国大陆独立出去，是吧？那就是随时都应该跨海作战解放台湾嘛，是吧？那解放军如果不够的话，警察上去一下，是吧？那税务机关再一合成，那将他不是打台湾的，他是打大陆的。但是啊，说句心里话，打台湾我还没那么担心呢，因为打台湾的话，那赖清德后面能有美国人支持啊，有于台湾关系法呀。你打台湾你还得三思而行，万一台湾没打下来，你大陆再失手了，那就不好弄了，对不对？但是打大陆的话呢，那美国人就不管了，这个赖清德更不管，随便打呀。所以打大陆更令人担心呐。所以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呢，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心。现在好了，现在纳税人成了作战对象，成了敌人，这就严重的违背宪法了。所以有朋友讲是个名称错误的问题，我想不是，不仅仅是名称是肯定错的，但呢，这背后的是一个执法理念的问题。有一些执法者啊，这个手上有了权就有点飘了。现在经济下行，企业都很困难，有的企业的确是交税的话就活不下去，那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充分考虑的是放水养鱼，让这些濒于困难、生死边缘的企业让它活下来，活下来至少能解决就业问题吧，对吧？税收欠了，可以在他经济好的时候让他补交，而不是把他打死，是吧？所以讲，现在在搞这个税警合成作战中心，是严重的违宪、违法行为。所以我讲呢，不仅是对这种中心、这种机构要予以取缔，更重要的，我们需要端正相当一部分公务员、执法人员的执法理念，让他们懂得人民养活了我们，我们要为人民服务，而不是把人民当作敌人。刚才这位教授说的话，我有点不同意见。他说是个警税作战中心违宪，违宪这个词啊，在中国实际上就违宪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中国啊，宪法不是约束政府的，是约束老百姓的。这是中国的宪法跟西方宪法最大的区别。西方的宪法是约束政府的，要求你政府必须在宪法规定的权利之内行使权利。但是中国的宪法呢？中国的宪法能管得了政府吗？能管得了习近平吗？管不了啊。所以中国的宪法是约束老百姓的。所以这个法学教授啊，他读书读多了，他糊涂了，他以为中国的宪法也是管政府的，或者说他知道管不了政府，他明知故问，他在这讲。你比如说习近平，人家宪法都规定了不许连任，他就连任了，那违宪没有？你这个姓王的教授，你敢说习近平违宪吗？他也不敢，他只敢说这个景税作战中心违宪了。那这其实有啥用啊？是吧？你看人胡锡进也吓坏了啊，他呢就没敢说是违宪，他也知道违宪其实都是假的。政府就是宪法，宪法就是政府，所以胡锡进就很委婉地说，这作战中心吧，好像这个作战对象如果是人民群众，这就不太妥当。我估计
胡锡进心里也犯嘀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景税作战中心完全有可能把他当敌人呐。因为胡锡进这几年呢，雕盘呢挣了不少钱呢。大家不要小看胡锡进呐，胡锡进他有个自媒体账号叫胡侃，然后呢他在网上各个地方平台里头弄啊，他的那个 MCN 公司那司马南那都是一家啊，这些年赚了很多钱呢。据说有人说他一年挣好几百万、1000万人民币啊。那你想想，他都完全交税了？我不相信，是吧？所以啊，我估计胡锡进晚上也在琢磨。晚上哪天睡觉的时候，突然被这景税合成作战中心从被窝里把他抓起来，得这些年赚的钱通通都收为国有了，那这就是损失大了哈。所以你看到了吗？胡锡进这个雕盘侠对这个行为也是坚决反对了。由此你可以看到啊，在中国，我觉得胡锡进是个风向标。如果一件事情连胡锡进都反对的话，那就说明这件事情已经怨声载道啊，同声敌忾了。那其实这个景税合成作战中心，在我看来就是如此。说好的一起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万万没想到你勒紧的是我的裤腰带。大家都知道，村里的收入高度依赖土地财政，但是随着房地产的持续下行，土地收入急剧萎缩，各项公共开支又不能少，村里只能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陆续打出了水电煤和茶税这2张牌，还有一张罚款的牌没有打，你觉得会不会打？不对呀，你怎么只说开源不说节流啊？你说为什么？你不看看节流这个裤腰带在谁身上？其实还不仅仅是景税合成作战中心呢，因为是最近一段时间关于税的问题，的确引起了很多全民范围内的恐慌。为什么？就是这个倒查30年呐，就是很多地方现在查税补税啊，让你从30年前开始补起。你想一想，30年前是什么？30年前是1994年呐。甚至也有可能查到40年，1984年，对吧？再早一点，搞不好从文革就开始查起了啊。这里头头一个倒霉的就叫维维豆奶。这维维豆奶啊，我们当时啊在年轻的时候都有印象啊，那时候天天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维维豆奶，欢乐开怀。但是现在我估计维维豆奶啊欢乐不起来了，他哭呢，天天。为什么呢？因为呢，国家税务总局要求维维豆奶啊补交湖北之江酒业从1994年到2009年的这个消费税的税款，因为他没有申报。多少钱呢？是8500万人民币。可能很多人就说了啊，这维维豆奶是一家江苏企业啊，那这个湖北之江酒业是一家湖北企业，为什么要让这个维维豆奶来补交呢？这里还有一段故事啊。维维豆奶大家都知道，早期是生产软饮料的啊，就是豆奶嘛，给小朋友喝的啊。但是随着这些年啊，这个软饮料行业的衰落，豆奶行业的衰落，这维维豆奶呢就想搞这种多元化生产、多元化经营。于是啊，就在本世纪初啊，2006年的时候，他就盯上了酒业。这一年呢，他收购了江苏的一家酒业，叫双沟酒业。双沟酒业收购之后呢，没几年，这酒业生产还挺好的，给他带来了很多利润。后来他也把这个双沟酒业给卖出去了。尝到了这个甜头之后呢，在2009年的时候啊，这维维豆奶呢就收购了湖北之江酒业，然后在2012年的时候又收购了贵州有一家叫贵州纯酒业啊。收购了这个湖北之江酒业之后啊，这个一开始湖北之江酒业也不知名啊，对吧？它那一年的整个的营业额才3.6亿，结果在维维豆奶的这样的一个加装包植之下啊，营业额在3年之内就冲到了20个亿。那整个维维集团啊，它的营业额呢，也从20个亿左右冲到了50个亿，3年的时间就翻倍了。那当时维维豆奶就觉得这酒是好啊，所以呢就开始加大投资力度。一开始呢，他在湖北之江酒业这个地方只占有份额51%，结果要加到了71%啊，基本上变成了一个完全控股的这么企业。结果到2013年的时候呢，出了2件事，一个是白酒行业啊，到2013年以后啊，整个消费市场开始下行。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高烈度白酒啊，它确确实实对人们身体健康有危害，它跟西方的红酒啊这些比起来，它确确实实啊不太受年轻人的欢迎，所以整个白酒市场开始进入到下行通道。第二个呢，就是湖北之江酒业被那个媒体揭露啊，他们用那种食用酒精来勾兑白酒，冒充着粮食酿造的过程。那你想想，这属于造假嘛？所以这个之江酒业开始一路下行，一蹶不振呢。到2015年的时候啊，这湖北之江酒业就由盈利转为了亏损，那这不但不能给他挣钱了，还成了一个包袱啊。所以在2020年的时候啊，这个维维豆奶呢就把这个湖北之江酒业给卖了。
卖的时候他签了一个协议，签了一个什么协议呢？就是说啊，这湖北之江酒业啊，如果过去有一些税务问题的话，由他来负担。他为什么敢签这个协议呢？因为他们在卖这家企业之前呢，他们就自己做了一个自查，就把2015年到2018年啊，这家企业这税收存在的问题，他自己自查呢，就补交了1.96个亿的这样的一个税啊。他认为他已经没问题了，于是呢，他就把这个企业给卖给另外一家企业了。结果没想到今年啊6月13号，他自己公告了，人家当地的税务机关就找到他了，说这个湖北之江酒业1994年1月1号到2009年这期间啊，他们没有缴纳消费税。这消费税是个大头啊，累计这么多年一看一算8500万，那就要求啊这个维维豆奶来交这个钱。这维维豆奶傻了，其实1994年到2009年的期间，之江酒业还不归他管呢，那是一家独立企业，但也不行，也得追。结果没办法，这维维豆奶呢就只能了含泪来交这8500万的消费税啊。这8500万的消费税啊，占到了维维豆奶现在一年营业额的40%。那你想想，这对他来说那是很大一笔钱呢。这个新闻发布之后呢，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响。为什么？你想想，94年到现在整整是30年，30年前这个湖北之江酒业没有交的税啊，现在要由维维豆奶来交。我们都经常说了，一个人就算犯罪，那么你的这个一般的刑事追诉期也只有20年。你现在你追缴他所谓的这个没有纳税，30年你都追缴，那这还得了啊？是吧？那你这种行为，你到底是缴税呢，还是杀鸡取卵呢，还是卸磨杀驴呢？是吧？你在哪个国家的税务机关有这样的权利啊？按照咱们国家的税法规定啊，一般的税务问题啊，如果要是你没追缴的话，3年之内你这个税务机关有权利去追缴。如果要是有特殊情况，也就放宽到5年。也就是说，5年之内，如果你要是没缴税款的话，就拉倒了，你政府没发现就拉倒了。当然也有例外条款，这例外条款呢，就是说你是偷税、抗税，你隐瞒这个收入，你是骗税，这个不受这3到5年的追诉期。但是问题是，这个当时的湖北之江酒业，它算是偷税吗？很难吧，因为它当时只是没有申报这个消费税啊。因为那个1994年那个1月1号刚开始实行这样的一个消费税的计征，很多企业确实不是特别清楚啊，或者说他没有申报的话，你这个税务机关也不知道，也没有去追查。而且按照我们国家规定，如果这企业是偷税的话，你抓住以后，那不仅仅是补交啊，你要罚款呢，可以罚5倍啊。但是我们看一下湖北之江的税务机关给这个之江酒业的这么一个补交税的税款这个通知啊，它只是补交，有没有罚款？如果是补交的话，那就说明你不认定为偷税，对吧？如果你认定为偷税的话，那你就不能只是补交，你还得罚款呢。所以你看到了吗？如果它不是偷税的话，你3年到5年的这个追征期已经过了；如果是偷税的话，你就不能只是补交嘛，你还得罚款嘛。所以你就知道湖北之江的这个对维维豆奶的这样的一个30年的追征税款的行为，实际上是不合法的。所以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啊，确实是引起了很多企业的恐慌啊。最后啊，就是因为全国各地有很多企业类似的这种情况出现，大家都纷纷问国家税务总局说：“你们是不是现在下文件说要追征30年的倒查这个税务了吗？”国家税务局还专门出来说：“我们没有啊，没有类似的这种行为啊，没有类似的这种计划啊。”但是啊，国家税务局的这个辟谣啊一出来之后，很多人都说坏了，辟谣了，一辟谣那就说明是真的。也有经济学家说了，他说啊，其实国家税务机关如果要是有一个这样的政策，还是好事儿，因为毕竟国家税务总局啊，如果出一条说你倒查30年，它还有一个依据嘛，还有个规范嘛。但是国家没有的话，那各地的税务机关要是开始倒查的话，那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那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了，那就更加无法无天了。你想想，而且事实上，虽然说国家税务总局没有类似的规定，但实实在在的各地全国这些税务机关在倒查几十年前的税收的这样的一种新闻，那是屡见不鲜呢，不绝于耳啊。这是一个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到的一个事实啊。比如说啊，那有一个叫博汇这个股份的一个企业，前2天就是被当地的税务机关要求补税，补多少呢
补5个亿。这补5个亿可不得了了，因为这家企业一共它的股票市值加起来才20个亿，那你想让它补5个亿的税是吧？结果呢，这家企业就说，那你既然这么补的话，我就不生产了，我停产了，因为你要让我们生产，我越生产我亏损越多啊。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当地的税务机关呢，跟这家企业针对这家企业他们的那个生产的化工原料啊，化工产品到底叫多方烃还是多方烃的衍生物啊？双方有认知不同。如果多方烃的衍生物，那么呢税务的这个比例就比较低；如果是多方烃呢，那你这个税务呢就比较重。那这家企业呢，它中间用到了这样的一个多方烃来生产多方烃的衍生物，所以呢，他们认为它不应该按照多方烃来征收。但当地税务机关就认为这就是属于多方烃，这就像做饭一样啊。因为你一开始做稀饭嘛，你做干饭的过程中，你要往里加水，对不对？你往里加水了，它先是稀饭，最后饭熟了的时候变成干饭了。我虽然征税的目标指的是稀饭，但是你这中间不是有过稀饭吗？所以你就得交税。于是就让这家博汇这个股份呢要交5个亿。这博汇股份一看要交5个亿，还不如破产了呢。于是呢就让员工都放假吧。这个新闻呢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你想想，如果你对企业杀鸡取卵的话，那这些企业活不下去了，那我干脆我也不交税了，对不对？因为你政府在企业能够纳税的前提，就是这企业能够正常的生产。那紧接着大家就问了，那为什么在今年的时候啊，政府啊开始近乎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对企业进行倒查呢？那其实啊也不难理解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去年到今年的财政收支状况一直在不停的恶化。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财政部刚刚公布的1到5月份全国的公共预算收支情况的数据啊。1到5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96912亿元，同比下降2.8%。2.8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啊，对于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来讲，中央预算下降2.8%，那也就意味着你这2.8的收入，实际上你是需要用其他的收入来抵的。如果你要抵不上，那就会造成公共预算的赤字。在这里头，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啊，这里边哪些下降的比较多呢？一个是国内的增值税，同比下降了6.1%，消费税增长了，同比增长7.2%。这个呢，国家财政部已经解释了，主要是烟酒这个行业啊增长的数据带来的消费税的增加。企业所得税下降1.7%，个人所得税下降6%。大家可以看到了吗？这几项特别重要的税收，增值税那就说明企业你现在的整体经营状况不好，因为增值税呢只有在增值环节才会征收嘛。增值税下降6.1%，那就说明整个企业现在的增值环节变弱了。消费税呢下降1.7%，那也就说明企业的盈利状况变差了。个人所得税下降6%，虽然说有去年啊抵扣的那个因素啊，但说明什么呢？中产阶级在整个经济下行过程中，他们的收入水平也受到了大幅的影响。而且啊，这里头还有一组数据，我觉得特别值得解读，就是这个一般公共预算的收入里面呢，分中央和地方来看，中央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42778亿元，同比下降6.7%；地方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呢是54134亿，同比增长0.5%。这就挺有意思的了啊！你想想，整个经济形势不好，按道理来讲，中央和地方的这个财政收入应该是同步的不好，但是呢，现在地方收入还在上涨，而中央的收入却在大幅下降。那说明什么？虽然说有国税和地税啊征收的内容不太一样所导致的偏差以外，最可信的解释还是说，地方呢由于它的支出本身的刚性较强，所以它开始采取了其他的手段去增加自己的财政收入。我觉得这个解释呢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啊。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公共预算的支出情况，就全国的一般公共预算开支是108359亿，同比增长3.4%。你想想，收入降低2.8%，然后呢，你支出又同比增加了3.4%，这中间有6%的缺口。那6%的缺口那就大了去了啊！在这么大的情况下，你想想，对于地方政府来讲，他们又没有发债权，他们不像中央政府啊，它有发债权，所以他们这个预算本身遇到了刚性支出，又面对收入不足的情况下，你想想会怎么办？他呢只能对准那些企业。
那么如果现在的企业税不行的话，那就有可能倒查你5年、10年，甚至有可能30年。大家都可以看一下今年的好像的 GDP 啊，就前几个月的数字公布起来的数字还是挺好看的，但是财政收入的状况啊，才是反映经济晴雨表里头最真实的指标。因为你经济真好了，你税收征收不可能有问题。那么与此同时，大家可以看到了，政府的财政赤字在大幅上升，连续这几年到今年的时候，政府的财政赤字已经上升到了1年4万亿左右。4万亿啊，那怎么办呢？这么大的财政缺口，于是开始发国债，对不对？大家都可以发到50年的国债了，但是仍然也弥补了这样的一个缺口，怎么办呢？各地方的税务机关就开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税制啊、税法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它的名义税率很高，但是实际上在征收过程中间呢，经常有很多灰色地带。你就比如说前几年为什么霍尔果斯那个地方成立了很多这种影视公司嘛？因为那个地方啊，税收很低，于是全国很多影视公司都到那里头成立公司。成立完公司之后呢，可以免税嘛。就是它的名义税率虽然非常高，但各地的这种减免啊，各种各样的方式政策很多。但是你要知道这里头雷是什么？雷就是说，一旦要是到了经济下行的时候，这些所谓的政府各地的减免措施，中央政府有可能完全不认了。所以大家都知道，前几年很多影星歌星被让追缴税款有的追缴了好几个亿啊，一个人为什么？就是当时这些影星歌星都在全国各地的很多经济开发区啊，或者是保税区啊，那个地方成立公司，可以以很低的税率来纳税。结果呢，一纸通知下来之后都不算数了，都得给我补交。企业也是一样很多企业过去可能有一些优惠措施，现在不行了。还有一个就是，过去虽然说没有优惠措施，但是由于各地它这个经济好的时候政府对企业的那些合理避税或者说不合理的避税，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当现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政府没钱的时候，政府就开始利用金税四期，开始用显微镜看政府的企业，一查过去30年的账全出来了，于是呢，让你们通通都给我交出来了。这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政府倒查30年最大的原因和背景。我个人觉得中国老百姓其实对中国的这个现状常常有2个误解，就是中国的普通的穷人他总是误认这个国家是他的，是他们的，而中国的有钱人常常误认为他们挣来的钱是他们自己的。其实这都是天大的误会其实钱不是这些企业家的，都是政府的。而这些老百姓呢，其实他们也误会了，这个国家的江山也不是他们的，是人家姓赵的。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误会呢？其实跟税制有非常大的关系。要知道中国的税基本都是在流转环节下征收，而不是在消费和所得环节去征收。你看美国的那个整个政府的这个税收体系里头，基本上它是在消费和终端的个人所得这个环境征收，所以企业的税负相对较轻，个人的税负相对来说比较清晰。但是中国呢，个人所得税占整个税收的比例，常年来讲也没到10%是吧？大部分全部都是企业来交而企业都是在流转环境交这就让很多老百姓有一个误解，有一个误会，这个国家不是朝老百姓去征税，是找企业去征税，是吧？所以他觉得这江山是我们大家的。你看到了吗？政府通过在企业征税来养活我们大家吗？其实这只是在不同环节征税产生的一个幻觉。而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也是一样的，他以为挣到的钱就是属于他自己的，但殊不知当经税四期一上市的时候，所有你过去挣的钱都有可能灰飞烟灭。这就是我前面讲的，一个是名义税率太重，然后呢实际税负较轻，但是这里有很多不确定的灰色地带。说到底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国实际上是没有一个清晰的法治原则。大家可以看一下国外，如果是税务机关对一个企业进行补税缴税的处罚的时候，他可能去打官司。但是在这一次我看倒查30年的过程中间，没有一个企业出来造反。那个博汇股份充其量就是我不生产了，我死。大哥你在想啥呢？宁波博汇这家公司哪怕选择停产躺平，这5个亿的税砸锅卖铁都跑不掉的，最后可能还面临着刑事责任。我看的
那个佛山有一家企业都已经注销了，注销了之后还被人家税务机关给查出来了，说你这个几年前你这个欠了90万的税，你给我交出来，说你死了也得把原先的税给补出来啊。这里头是什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税务机关之外，其实没有一个清晰的权利可以约束他们的权利。税务机关的权力太大呀，执法的随意性太高啊！你想，警税合成作战中心都成立了，你还不服？你不服，警察直接伺候啊！所以你要知道，当警察权跟税务机关合成在一起的时候，哪个企业敢随便向政府叫板？敢跟他说你这种倒插30年让我补税的行为于法无据啊？敢吗？我没见到一家。所以啊，这是最大的原因。但问题是啊，杀鸡取卵的这种政策啊，注定是难以为继的。当然，我也理解啊，其实杀鸡取卵的那个人呢，其实在杀鸡的时候，他也有他自身的逻辑，因为他也知道啊，让鸡下蛋的时候啊，他将来可以吃得更多呀。但是他可能现在饿得不行了，那怎么办呢？我只能先把鸡给杀了。当然，你要知道啊，问题是，当你开始杀鸡取卵的时候啊，多数情况下，这杀鸡的人最后的结果还是被饿死。为什么？因为你一旦要是把鸡杀掉了，鸡再不能下蛋了，也没有小鸡了，也没有鸡可以让你杀的时候，你还吃什么呢？说句心里话，中国的企业家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现在正面临考验，是让鸡继续活下去，还是说现在就把这些鸡杀掉？这可能是一个中国政府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现在好了，现在纳税人成了作战对象，成了敌人，这就严重的违背宪法了。说好的一起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万万没想到你勒紧的是我的裤腰带。政府太聪明了，以后他天天算计企业，是吧？这个企业搞的是痛不欲生，是吧？这个凡是经济发达的，这个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政府呢都是比较傻的，是吧？这个政府比较聪明的地方呢，这个经济它发展不起来。